他独占韩网热搜关键词第一位，公司竟然要求员工将头发染成五颜六色。台湾老板说我什么都没做啊，是他自己离职的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韩剧真人真事的第3个案子。还没看过前2集的朋友，可以点击上方的卷轴，或者点击下方我的大头贴看更多的影片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曾经独占韩国网络热搜关键词第1位的韩国未来科技会长杨正浩，而他出名的原因，则是因为有人公开了他在公司暴打员工的一条视频，而且在事件爆发之后，他又接连发布了好几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葩影片。故事回到我们上次介绍的韩剧《模范计程车》的剧中U 盘公司会长暴打员工的那一幕，就是改编自这个真实案件。而这名会长，他拥有韩国第1名的云端硬碟网站 U 数据库，他的公司是一间公司文化非常奇葩的一间公司。在真实的世界中，这位会长还要求他的员工将头发染成各种奇特的颜色。曾经有一次，一位员工在跟他喝猪血汤的时候，提到了有关中学法禁的话题，他就被会长强迫将头发染成大红色。而在这部韩剧中，也将这些公司职员的打扮直接全部的神还原。不要怀疑，在现实中他们就是这样打扮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根据韩国媒体公布的照片，他们真的上班就是打扮成这个模样。但这种打扮并非员工自己的意思，全部都是会长强行要求管理的结果。在剧中，本案的第1幕以受害者徐英明因为处理客服案件向顾客道歉，造成会长极度不满，认为这种行为会造成公司的颜面扫地，因此给他甩了一个180度的巴掌，并且对他当众狂吼怒骂。最后，徐英明决定离职，并在愤怒的情绪下在公司的网站留言。缺德业者，员工也是人啊！但是留言后来被会长追查，发现是徐英明留的，于是便打电话恐吓他，叫他现在马上回公司。徐英明回到公司后，被引诱到地下室，并遭到会长及其他员工用棒球棒暴打，总共45下。另外，导演也将杨正浩监视员工并散播不雅影片的行为全部神还原。但实际上，在现实中，这位会长还做了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事，就是命令员工用弓箭射杀公鸡，再用武士刀将鸡只宰杀做成鸡汤，并且由他个人亲自示范如何宰杀。只能说韩国的职场霸凌已经变态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镜头回到台湾，前阵子台湾也因为好几个公司涉及了职场霸凌的案件，甚至造成了防疫破口。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就是大家应该比较有印象的中研院女研究生疑似遭到职场霸凌，在实验室中感染。虽然官方也在第一时间做了回应，但双方各说各话。全案最后交由调查，并给出了一个官方的说法。至于防疫方面，属于疫情指挥中心的专业，我们这边就不做评论。如果有人知道后续的案件发展，或者是更多的内幕，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接着我们要继续关心另外一则因为防疫破口造成职场霸凌的事件。康轩集团的董事长在2020年的9月5号返回台湾的时候，未遵守居家检疫的规定，遭到员工检举。新北市政府也依规定开罚了100万元。虽然公司已经缴纳了罚款，但这位检举的员工却因此遭到了职场霸凌。好巧不巧，这位女员工刚好在这个时候被扣了奖金，且公司还直接将她上班的电脑上锁，造成她无法正常上班。更夸张的是，还有人在公司电梯门口直接贴纸条对她呛呛说还有脸进公司。这其实不是康轩第一次发生职场霸凌事件了。在2012年的时候，康轩就曾经对一位怀孕的陈姓女编辑施压，造成女编辑离职。而陈姓女编辑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直接向法院提告。而台湾高等法院最终判决康轩文教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需赔偿这位女编辑404777元，而且这位女编辑还可以复职回公司上班。但是如果都闹成这个样子了，你还会回去上班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讽刺的是，虽然在台湾职场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2项第3款有规定，雇主呢必须预防员工遭
受职场霸凌。而且职业安全卫生法第39条还规定，雇主不得对申诉的工作者予以解雇、调职或者给予其他不利的处分。虽然台湾的法律在职场霸凌这一块看似非常的完整，但实际上却没有发挥保护的效果，而最终这些员工的下场就是遭到处分或者离职。所以当法律救不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自救。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几个资深人力业者给大家对于面对职场霸凌的建议。第一点，当你进入一个新的职场的时候，记得不要穿得太随便，有一些人他就是天生势利眼，喜欢欺负别人。第二点，如果霸凌的手段来自老板对于某一位员工的指示，千万不要跟老板对着干，你会联合其他员工针对老板命令对你霸凌的这一名员工进行孤立，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化解你被霸凌的危机。但是如果真的不得已必须要离职的话，必须要记得以下我们给你的忠告，才不会被扒两层皮哦。劳动基准法第14条第1项第3款规定，雇主或者雇主的家属、雇主的代理人对于劳工实施暴行或者重大侮辱的行为，劳工可以不需要提前预告业主就直接终止契约。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做出任何的赔偿，也不用事先告知你的雇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离职的话，你可以请求资遣费。所以千万不要再相信老板说你是自己离职的，没有资遣费哦。另外，如果造成你身心受创，没有办法胜任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依照民法第227条之1向雇主请求损害赔偿。而且如果职场霸凌的行为涉及民事或刑事责任，也可以一并提起诉讼哦。在刑事诉讼方面，例如伤害罪、强制罪、公然侮辱罪、毁谤罪等等。在民事诉讼方面，例如你的人格权如果因此受到侵害的话，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今天的问题是，你有被职场霸凌的经验吗？ A 有，但我只能吞下去。 B 没有，我在幸福企业上班。留言给大家羡慕一下。C 其他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最后记得给我们一个赞，支持我们做对的事，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保护更多人。下一集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剖析更多的韩剧真实案件。我是主持人道尔，你为正义做了什么？我们下次见，拜拜。